家好，我是叶子。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服装设计手绘中如何去构建人体结构。比如像我平时的绘画习惯，我一般会先建立一个用简单的线条去画一个这样的基本的人体结构框架，然后再在这个框架上面去填充细节，去实现它整体的绘制。这个人体结构框架其实就是这个人物的骨架，我用寥寥几笔去勾勒出它这个骨架之后呢，我就可以沿着这个骨架的大概位置去将这个人物整体描绘出来。像上次我所展示的这个旧画大改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起初我也是先建立好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结构框架。其实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结构框架上就可以大致的看出这个人物它的肢体形态，它的一个姿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当我们再去给它做后期的细节的时候，我们脑海中就会更加清晰明了的知道我们所要呈现出来的一个绘画效果。而且按照这个步骤去绘画呢，我个人觉得对于新手来说也是非常合适的。毕竟在画一个人物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好它人体的结构比例，它整体的一个协调性。我们通过这样子提前的给它定一下它这个肢体形态，就能避免我们在后面绘画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不协调。当然如果你已经熟练掌握如何去画人体那么可能这个简单的结构框架你已经熟记于心的话，很多比如说有些大神他们在绘画的时候他就会省去这个步骤，更比如说有些他会更加习惯于用这个厚涂写实的风格去画的话，那么也是没有必要再去画这样的结构框架去勾勒线稿的。那就我本人而言呢，我到目前还是比较习惯于先去画一个完整的线稿，所以第一步呢，我还是比较依赖于去建一个这样的结构框架。还有一点建议就是，平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杂志或者手机、电脑去找一些图片，比如一些服装品牌他们会请模特去拍摄写真大片，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图片里的人物去研究揣摩它的一个肢体形态。这很多的这种模特摆的姿势都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找一些图片来进行临摹，去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了解它这个人物整体结构，它的肢体是怎么摆放的，然后慢慢的潜移默化，我们脑海中积累了比较多的这种素材内容之后，也方便接下来如果你想要进行自主绘画的一个创作的时候，你脑海中就有一个人物肢体结构的一个画面感，就比较有内容可以输出。然后我们来举个例子，首先我找的是一个模特，它笔直站立的这样的一个姿势，是最基础的一个姿势。然后我们将原图透明度调低，然后在上面用铅笔去勾勒出它的整个头部，然后找一些关节点，肩部两侧一个关节点，然后手肘跟手腕处的关节点。我们先去找这样的点，然后胯两边这种关节点，就是这种骨头拼接的这种地方，膝盖然后脚踝处，我们找出这些点。当然还有一些线段，比如这个胸线它的水平位置，还有就是腰线，这些地方它并不是关节所在的位置，但是是我们比较需要的一些线段。然后另外的呢，我们就是需要将这些关节点将它连接成线。这一步是比较简单的，只需要通过用这种直线段将各个点将它连接起来就好了。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已经将这个人物它的骨架慢慢的将它找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简单的笔画去将人物的脖子、手部以及脚部这些缺失的部位将它简单的勾勒一下，去体现它的完整性。然后将原图关闭，我们看到了一个简笔画的人物框架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再将它的躯干部分将它连接一下。腰部是最细的一个位置，是躯干部位最细的一个位置，然后就相当于两个梯形拼接在一起的感觉。然后找到耻骨联合处，耻骨在胯线下方一点点。最后也可以将腿部肌肉线条稍微优化一下。最后我们发现只有手臂还是细细的两条线，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它加粗一下，勾勒出一些肌肉线条形态，然后这个人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饱满。好，现在我们打开底下的原图去对比观察一下它整个骨架是否贴合符合这个人物。然后关于人物的面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添加一下。
1/2的圆处是它的眼睛位置，然后鼻头、嘴巴的位置也用简单的小线段给它标记一下，然后也不进行详细的讲解了，因为人物面部绘画的详细的一个教程，我在前面已经出过一个视频了，在哔哩哔哩上面是我出的第1个视频，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找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将脸型也可以稍微的修饰一下，因为之前有点太椭圆。当然这个不重要，我们在后期去给它添加细节的时候，可以慢慢去考虑给它优化整体的一些形状。但至少现在我们整体的一个人物框架，它的一个姿态我们已经有了，大概的一个画面感就有了。好，现在我们再去找一张新的图片，因为刚刚找的那张我说了，它是人物最基础的一个姿态，它是直立的这样的。然后它的肩线、胸线、腰线、胯线，它这个都是水平的，包括手也是没有一个特别的摆放姿势。现在我们找的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出人物它有一些稍微的一个小的动作出现。当人物的肢体发生运动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物肢体框架结构也会发生改变。我们这里也通过同样的方式将它勾勒一下。首先也是将它的头部轮廓先勾勒出来，不一定要画的非常的椭圆，因为下巴可以稍微尖一些。然后是肩线、胸线、腰线、胯线，这里呢我就不一一的去找关节点了，因为前面已经告诉大家关节怎么找。我一般也不会去找关节点，我会直接通过这种直线段就将它的一个人物结构框架直接将它勾勒出来。这里我们发现人物的肩线和胸线呈现了左高右低的一个倾斜的趋势，那么它的腰线和胯部的这条线呢就呈反方向的左低右高这样的反着来。好，现在我们来画人物的腿部线条，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模特它几乎是单腿站立的，所以左边这个腿呢，它膝盖是前凸的，但是脚部它是在后面的位置。然后将手臂也勾勒一下，像我们前面的这个直立的人物，他的手肘关节是和腰线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那么这个人物呢，他因为肩线、腰线它都有一个倾斜的角度，所以手肘的位置它也会有高低不同的一个摆放的位置。好，现在我们将原图关掉，我们也大致的看出了这个人物的一个整体框架。同样的，我们用简单的线条将人物的躯干部分将它勾勒出来，腰部还是最细的一个部位。然后脖子也将它画一下。现在我们已经画好了2个人体结构框架，左边这个呢是双腿站立的一个人体，右边这个是单腿独立的，好像是人在行走过程中一个定格的瞬间。很多 T 台模特的抓拍瞬间就是右边这个图一样。那么我们先来看左边这个双腿直立的，我现在要讲的呢是它的人体它整个的重心线，重心线必须落在双脚之间，不可以在双脚之外，那么这个人就要倒了，他就站不住。而右边这个单腿独立的，它这个重心线最后的重心是落在这个站立的这一只脚上面，也不可以落在偏离的地方，不然这个人也是要倒的。那么我这样子讲呢，可能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看一下当重心线落在双脚范围之外，这个人物它到底会最后呈现一个怎样的形态。我们选取黑色，还是用铅笔去重新将它这个腿部线条调整勾勒一下。好，将它往左边更加的偏移了一些。好，我们看到它已经不落在任何一只脚上了，也不落在双脚之间，落在了双脚之外的一个范围。那么这样子看上去呢，这个人物就好像快要倒了的感觉，它是不会是一个稳定站立的情况。除非这样的情况是在这个人物在倒下的瞬间被抓拍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我们在绘画的时候，人物都是要呈稳定站立的一个姿势才对。那前面我们一直在讲的是如何去画人体的结构线条，去构建这个框架。那么现在我们要去追究一下它的比例。我们打开绘画指引，看到这种等分的网格，我们呢过来看一下。来标记数字，看这个人物它总共占了几个网格，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整体比例。一般我们说8头身、9头身，这是以头部长度为原单位，然后就是说这个人物它的总体身高有8个它的头长那么长，就叫做8头身。
那么普通现实生活中呢，我们普通人可能还没有8个头长，7个头长，平均的话，模特的话8个头长到9个头长之间，所以这个人看上去才会比较修长。而如果你的整个头部比较小，就是说脸部比较小，像有些人巴掌脸嘛，看起来也是会修长一些的，因为它的圆单位小，而它的身高又没有比别人矮的话，它看上去就是会比较高挑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人物拉到9个单位头长。那么我在这里呢是将整个人物选中，将它做了一个纵向的拉长，拉到9个方格长度。这样的话，其实头部长度也被我按比例的拉长了一点。其实头部我们是不应该将它改变的，它的长度。不过这里我看到它没有超过1个方格的长度，应该整体比例也是比较规范的。然后这里有一点，其实我在前面也有提及到，就是人在笔直站立的时候，手肘和腰线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当然前提是人笔直站立，然后双臂是自然垂落摆放。另外还有就是手腕关节和耻骨联合处也是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另外一点，其实我前面也是有提及到的，就是比如我们的第2个人物，他发生了一个动作，那么他的肩线和胸线它是平行的，朝同一个方向，左高右低。那么反之，我们的腰线和胯线呢，就会呈左低右高的一个趋势，就和胸线和肩线是反着来的一个方向。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当人物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脊椎会有一个弧度的变化。然后它的肩线和胸线这2条线保持一致呢，是因为上面部分是它的胸腔部分，然后腰线和胯线它也是保持同一个方向的，是因为它们代表的是这个盆骨这一个位置的一个倾斜。当然这个肩线左高右低或者左低右高，这个我们都是可以选择的，因为人物在做不同的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一个倾斜角度。比如我们在这里再去自主画一个人物结构框架，这次呢我们不要再去临摹，可以自己去试着画一下。通过前面2个例子呢，我们也掌握了一定的绘画这种人体结构的方法。那在这里呢，我们将肩线改为左低右高，反之它的腰线变为左高右低，这样和我们第2个例子里的人物做一个反向的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姿势，同样也是成立的。然后腿部线条我也给它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姿势摆放。其实我们平时多观察了之后，我们脑海中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姿势摆放的这种人体结构，我们可以想象着试着去将它画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在画的这个9头身的一个比例呢，还是比较规范的，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比例。有时候往往在时装设计插画中，或者在服装设计手稿中，我们往往会更加夸张化的去画这种10头身的模特，就是整个人模特身高有10个头长那样的比例，1比10的这样的比例。这样看起来呢，整个模特看起来会更加的高挑跟修长，展示起服装来效果会更加的好。因为我们的服装设计效果图主要是为了突出它的效果，将它做一个理想化的美感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图纸画出来的效果非常好看，但是做出来成衣我们穿在身上反而没有那么的符合这种比例的美感。好了，第3个人物框架的草图我也简单的将它勾勒好了，做了一个人物一手叉腰的这样的一个姿势。我们现在将3个框架图将它做一个组。接下来呢，我要去调整一下这3个人物所站的位置，将它们调整的更加和谐一些。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会在这个人物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去完成一幅手绘作品。现在通过去移动调整这些人物结构框架的位置，也可以使得整个画面的结构感更加的和谐美观，更直接的可以影响到我们最后画出来的一个效果图，它的整体画面的和谐美观程度。因为我们后期所有添加的细节都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画面结构、这个人物结构的方向去走的，所以其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粗糙的结构框架草图，其实是非常基础并且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去好好的打好这个基础呢，就可以使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整体的画面感更加的美观，更加的协调。
好，现在我再来修整一下这个人物的腿部线条。好不容易将刚刚那些黄色的辅助线条清理好了。那么整体的画面布局呢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将绘画指引关闭，这些网格就消失了。将结构图层适当的降低透明度，我们开始我们的创作吧。